大家好，我是Tim哥，今天要来分享一个我自己都在用的小工具呢，就是 iXFresh。因为前一阵子我家的员工看到我用 iXFresh 在看影片，然后就很讶异在问我说，为什么手机呢会插着随身碟在看影片？当然这不是普通随身碟所以呢，我的员工有疑问，那搞不好大家也有疑问，所以我想拍这支影片，介绍给大家这是什么样的工具。在看之前呢，按赞、订阅、分享，小爱打开哦。那我们3、2、1，开始。好，那我们呢就先从外观来看，你可以看到随身碟呢，其实呢就是讲求什么携带方便。我还很喜欢呢要很小，因为小呢对我来说是一个基本条件。那这一个你看是比我的手掌还小，没错 ，iXFresh 的体积非常小，而且它外观呢其实非常时尚好看，尤其是像我这种时尚潮流的人，有感觉吗，各位？好像。好 ，OK， 好，我们下一个。这个地方呢，金属质感，加上它的这个握感不错，而且呢，它这个旋盖的这种设计还是什么呢 ？Design in California。那为什么呢？我会特别讲它呢？因为 California 的母公司呢大有来头，它叫做 Manpower， 在美国加州呢，它是资料拷贝、备份储存领域非常多的经验所以呢，它是一个老字号的公司。那再来呢，第二个，它同时支援呢，你可以看到 Apple 的 Lightning 跟什么？这里它是 USB 的3.1，所以呢，你不用另外再购买转接头或担心呢用苹果的 iOS 系统没有办法使用。容量的部分呢，其实也满足了消费者，因为它最大的储存容量呢是512G， 它也对应一个 APP， 这是这个厂商的开发出来的，他们定期也要维护，因为有时候你在苹果在更新一些系统的时候，他们定期都会去更新，而且它还会加入一些可能消费者一些反应以后呢，它会有一些功能呢，也会定期更新上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厂商呢，它在维护这个 APP 呢，其实是非常用心的。那我们现在来实际操作一下我先把那个 iXFresh 插上去以后呢，那它有对应的 APP 呢对应进来了。那我们现在进来看呢，里面有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功能，它在最左边有一个相机的一个 icon， 你按下去以后呢，你可以看到我现在进来了。进来以后呢，你看这边有个 video， 各位知道吗？这边为什么我说我自己非常喜欢？就是你今天呢用这个 video， 然后假设我录，可能我在录这一盆假树假花，然后按下去，我现在在介绍这一盆假树还假花，然后呢旁边有 goods， 好，这个时候你可能录到这里以后，你可能换一个场景，对不对？这边有一个暂停，按下去，你们看到？暂停，好，我刚刚是不是按了暂停键，对不对？没错，这个时候呢，我再按下去以后，它就继续再帮你录影了。你看，我在录这台小战车，近看一下战车镜头，都 OK 以后，你看我把它按下去，各位你知道什么事吗？它上面就写录影完成，然后呢，你录的档案呢是档案容量多少？那你知道它存在什么地方吗？各位，它是存在 iXFresh 里面，它不是去占用什么你手机里面的储存空间，所以呢，这个录影功能呢，我个人觉得我非常喜欢。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它还有什么呢？你在这个相机的隔壁这个 icon 呢，有一个 iXFresh 这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现在呢在这里面的储存的位置。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呢，它的照片怎么显示基本上呢，它的备份功能呢是非常方便，不管你是照片影片录影它都可以快速备份跟搬移、重新命名、分享、加入我的最爱。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看我这里有个 Live Photo 的照片备份后呢，它可以显示出来你看我这边有个备份，我点下来 ，iPhone 点下来，相机胶卷点进来，好，你能看到这里就有出现了，它有出现什么？你这个相片呢，拍照的时间地点你以后呢在整理照片的时候呢，就非常好用。这个功能最适合是谁？助理女生妈妈其实呢都非常适合，因为呢他们的照片不是非常多，是无比的多。好，刚刚呢我们讲的是照片、影片的这一些，它有日期这些记录，对不对？但它也支持微软的档案你可以看到我现在在这个备份的下面它这边就有个简报。是 PPT 档，还有呢分镜表是什么 Word 档，这个地方呢也是我非常适合我，为什么？它就等于呢这个行动办公室的功能呢，它又支持了微软的 Office， 所以我随便点几个 Word 档甚至于 Adobe 的 PDF 档完全都没有问题。好，我刚刚讲了。它有照片、影片，然后文件，再来一个呢是大家最常用的，也是我最常用的，就是压缩跟解压缩档案。常用的呢就是 Zip 然后 7-Zip RAR 档都可以。
它甚至也可以做一个加密的动作，然后用通讯软体呢可以直接开启。我觉得这个功能是无敌好用，所以呢，有时候我收到厂商的新闻稿啊、照片的压缩档啊，我可以干嘛？存在这随身碟里面，然后到公司的时候离线了再把它打开看。所以尤其是你在做业务的时候非常好用。你可能呢在家里 PowerPoint 存好。然后用 iPad 呢，随时就可以在咖啡厅做一个介绍。那怎么做？好，进来这里，好，你看我这边有个英文报告，对不对？好，然后它写英文报告点7Z，我把它选下去以后，下面的选项就有一个分享的隔壁，这个就是解压缩。好，那如果你想要把你简报压缩，可不可以？可以，你选择简报，下面就有一个 ZIP， 就是你选择它，然后就把它做压缩，是不是非常方便？再来还有一个功能，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就是呢，我刚刚讲呢，它是什么？随身碟嘛。那随身碟最怕什么？就是你在别的地方啊，影印店啊，如果呢在公共电脑呢使用的时候呢，传输档案会干嘛？中毒，因为你呢也不晓得那台电脑是否有病毒，所以它其实有一个叫围读功能。好，那也就是说，你今天把档案呢从 iExpress 呢拉出去以后，你呢就无法从电脑传档案进来 iExpress， 就可以保护你的随身碟，避免中了电脑病毒哦。好，怎么做？很简单，我们到这个界面的这个 APP， 对不对？上面有个可写录，你把它按下去，就变成了围读，好像一个眼睛的感觉，就是围读功能啦，简单吧？刚刚讲的这一些呢，都是我平常工作呢，我觉得非常方便的功能，但是它也有休闲的地方。就是呢，如果你是听音乐啊、看电影啊，像我常坐飞机出差啊，都会先把下载好的电影音乐啊放到 iExpress 里面。那在飞机呢上面，你就可以干嘛？做离线播放，而且它也支援 Hi-Res 跟4K UHD， 还有历史播放。等于是呢，你同时呢看很多部影片的话，它还会帮你记录你这个影片呢上次看到哪，你就可以干嘛？接着继续。像我最近在追韩剧，就继续追。那如果是听音乐的话呢，背景播放呢也是完全没有问题。好，那我们怎么播放一样？点进来后，我这边有存一个我之前拍的手表影片，放进来，你看，噔，它就开始播了。你看是不是？是非常方便。好，那音乐呢？老实说，我就不展示了，不然会有版权问题。好，但是它在背景播放是没有问题的哦。最后呢，最基本的备份功能呢，它才能看得出这厂商的用心。它是我遇过呢最完整的备份，原始的照片的日期啊、时间啊、地点啊，还有 photo 的格式啊，都会变成完整的备份，而不是影片。那最后有一点呢，是我自己最 care， 也是我最满意的，就是它是使用 A-Grade 的内存记忆体，所以大家在每一支出厂前呢，都会 USB 的一个检测设备呢做100%的品质检测。毕竟呢，储存的这种东西啊，如果它品质太烂哦，有一些呢照片、影片呢就会莫名的消失。所以呢，我觉得品质是真的非常重要的。以上就是我的开箱了。那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下次见，拜拜。